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4章，撒谎动作。 FBI 告诉你撒谎时有什么动作信号，从双腿颤动或轻摇中读出心理的变化。一个人的双腿轻轻颤动、摇动或是稍稍移动都是十分常见的行为，有的人会经常这样做，但是有的人从来不会这样做，而对于诚实和不诚实的人来说同样如此。所以这些肢体语言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否存在着有意欺骗的心理和意图，但心理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的重点应当放在出现这种肢体行为语言的起点和变化点上。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上，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当地的盗窃案。因案件发生在晚上，加上案发地点又十分的偏僻，更主要的是盗贼作案的手段十分的高超。将失主家值钱的东西偷走后，失主一家人还在呼呼睡大觉，直到次日醒来才发现家中被盗，才立即报了案。虽然 FBI 的探员赶到后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观察，但并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甚至连罪犯留下的一个脚印也没有提取到，以致 FBI 产生了这样的质疑：被盗人家里的东西难道会凭空消失吗？这让参与办案的 FBI 探员十分的头痛。这时，当地的一名警长带来了一名女子，因为这名女子就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对面的加油站工作。经过审讯后，这名女子却说，出事那天晚上他们早早就下班了，这引起了 FBI 探员的注意，并认为这个女子一定是这起案件的目击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说出实情。于是 FBI 探员对这名女子展开了反复的询问，可是几个小时下来以后没有丝毫的进展，那个女子翻来覆去的总是讲同样的话，致使审讯开始变得有些枯燥乏味。而就在这时，那位带她来的警长突然问了一句：既然你在那家加油站工作了快2年了，那你认识莱特吗？这时，站在一旁的 FBI 探员发现，那个女人甚至在还没来得及回答警长的问题时，她的腿便从最初的左右摆动变成了一上一下的踢动。经验丰富的 FBI 探员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这说明莱特这个名字刺激到了眼前这个女人。随即 FBI 探员将那位警长叫出了审讯室，在详细了解了那位叫莱特的人情况以后， FBI 探员和警长再次回到了审讯室，而且他们围绕着莱特对那个女子展开了问询。可是那个女子突然间不说话了，她低着头，两只脚不停地一上一下地踢着。 FBI 探员朝警长使了个眼色，警长立即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警长再次回到了审讯室，而且手里还端着一盘面包和一杯牛奶，轻轻地放到了女子面前。 FBI 探员说，虽然呢你什么也没说，但是通过我们第一次提到莱特时你的表现，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一切。不过我想你一定是饿了，我们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吃点东西吧。20分钟后，当 FBI 的探员和当地的警长再次回到审讯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盘子里的面包还有杯里的牛奶，女子竟然一动也没动，而且她好像是得了什么病似的，浑身在不停地抖动着。见此情景， FBI 探员立刻对女子说，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证据，这件事你本来也只是一个从犯，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FBI 探员的话没说完，那个女子就突然地抬起了头，哆哆嗦嗦地将事情的经过全都说了出来。事情果真如这位 FBI 的探员所料，这个女子那天晚上本来的确是下班了，但是在路上发现了正要作案的莱特。她被莱特发现后，莱特便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将她收买了，以致让她成为了从犯。当 FBI 探员向他询问莱特时，他心里特别的紧张，两只脚便不由自主地上下踢踏着。随后 FBI 探员根据这个女子所提供的情况，很快地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莱特，并在他的家中搜出了那些还未来得及出手的赃物。由于人证物证充分，所以莱特没有任何辩解，但莱特做梦也不会想到警察这么快就找到了他。其实就连那位当了多年警长的警察也没有料到，如此一起可以说是十分蹊跷的盗窃案，竟然被这位看似不过刚刚30出头的年轻的 FBI 探员仅仅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而且足不出户就将案子破掉了。从上面的案例中不难看出，如果不是那位 FBI 探员及时捕捉到了那个女子在肢体行为语言上的细微变化，这起没有目击证人，现场又没有任何线索的入室盗窃案，就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寻找到突破口，而破案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说，一个优秀的 FBI 探员是绝不会轻易地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肢体行为语言的表达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挺起胸膛就能让你的心思有地方躲藏吗？美国行为治疗心理学家沃尔普认为，当一个人在伸展四肢或者躯干的时候，他所透露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心情舒适的信号。这是因为，当一个人遇到了开心或者是高兴的事情时，就会借助四肢或者通过胸部的扩张运动赶走疲劳，换上愉快的心情，就像拨开云雾见到太阳一样。这个时候，他的胸部肌肉也是处于松弛状态的，胸部会呈现出微微挺起的动作。可以说，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遇到过。比如，一个人终于完成了某件事情后，总会长长的舒一口气，而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舒展和畅快的。然而，当一个人的内心出现了紧张、不安，甚至是惶恐、害怕的时候，他的胸部肌肉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如果不是仔细的观察，这种行为有时候表现得并不明显。当这种不安的消极情绪不断蔓延和扩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同样会做出一种肢体舒展或者是扩胸的行为。沃尔普认为，这是人的内在在寻求安慰的一种行为，也就是通常讲的释放行为。无论是 FBI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还是人们在工作、生活、社交活动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一个人埋头工作，因时间关系而无法完成工作的时候，就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快点完成。可是呢，精神上越是紧张，反而工作完成的越是慢，因为情绪上的过分紧张与过度担心会令浑身的肌肉变得僵硬。当一个人忙得头昏眼花时，猛一抬头，通常会通过扩胸运动或者是活动四肢的方式来释放一下紧张的情绪，从而缓解内心的压力，以便更好的去完成工作。显然，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释放行为。在面对犯罪嫌疑人时，FBI 经常会遇到对方出现的这种
挺胸或者是扩胸的动作，但是很多时候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不同的审讯策略，这样才能够准确有效地把握住机遇，以达到对犯罪嫌疑人一击致命的打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一间酒吧，这里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2007年的夏天，这里的熟客路特突然和酒吧老板吵了起来，而且两个人越吵越凶，最后不得不报了警。警察赶到后了解到，原来在头一天晚上，路特可能因喝多了几杯，使他的那块老怀表不知丢哪儿去了。他找遍了家里和车上也没有找到，所以就怀疑怀表是在酒吧丢失的。警察根据路特的口述到他的家里进行了查找，果真什么也没找到。而后在征得了酒吧主人的同意后，警察对酒吧也进行了一番查找，结果一无所获。路特表示，他那块镶金的老式怀表是他妻子生前送给他的，所以他务必要找到。当晚酒吧里的客人很少，再有就是店内的5个伙计。于是警察就对相关的众人进行了一一的询问，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恰巧 FBI 探员多奇来这里休假，这名负责此事的警察曾和多奇一起办过案子，于是便找到他帮忙。经过对当事人的询问之后，多奇最后将小偷锁定在了这5名店伙计身上。通过询问得知，那天酒吧里的这5名伙计在上班的时间都没有离开过酒吧。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多奇和酒吧主人在警察的陪同下，一起对这5名伙计在酒吧的房间进行了搜查。他们房间的东西很简单，多奇什么也没找到。这时一名伙计提供了一个信息，就在酒吧打烊那会儿，别人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时，艾斯塔去了趟卫生间。因为当时他问了艾斯塔一句，所以记得。可随后他也去了卫生间，却没有发现艾斯塔。直到他们收拾的差不多时，艾斯塔才急慌慌地回来。多奇找到艾斯塔询问，艾斯塔的回答很果决：不是我拿的。多奇并没有死心，继续对艾斯塔进行询问。艾斯塔也一直坚持这样说，但是多奇发现，虽然艾斯塔的话听起来很有底气，但他的2个肩略向里缩，将胸脯收了进去。当多奇注视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将自己的胸膛挺了起来，摆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多奇并没有继续追问艾斯塔，而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如果不是你做的话，那会是谁呢？然后他就一一地提起了店内其他几名伙计的名字，问到一个，艾斯塔就会微笑着摇摇头。不会是他，他那么胆小，有一回见到地上有20美元都不敢捡起来，怎么能会是他呢？多奇又问第2个，艾斯塔舒展一下四肢又笑了。更不会是他了，上一次一位客人丢了一个宝石戒指，被他捡到了，都还给人家了，而这件事别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当问到第3个人时，艾斯塔似乎犹豫了一下，嘴里重复了一遍那个人的名字，发现多奇正盯着自己，便伸出胳膊做了几个扩胸的动作，说不会是他，他人那么老实。但艾斯塔的一举一动却没能逃出多奇锐利的目光。他看到，当艾斯塔做扩胸的动作时，嘴里好像是向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当时是夏天，穿的衣服单薄，所以多奇发现他的胸口轻轻地起伏了一下。这就说明第3个人出现在他脑海时，让他的心里突然起了某种不良的反应，所以故意借扩胸的行为来缓解一下内心的慌乱或者紧张的情绪。多奇接着又问起了最后一个伙计，也被艾斯塔肯定地否决了。突然多奇双眼一瞪，既然你把别人全部都否定了，那么
路特的那块表就一定是你偷的。不容艾斯塔辩解，多奇又将想象中艾斯塔见到怀表而起贪心，从而借着路特酒醉的状态将其身上的怀表偷窃的经过一连串的讲了出来。最后多奇将艾斯塔说得急了，他竟然挺起胸膛来大声地说，你不要冤枉好人，怀表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多奇却不容艾斯塔解释，掏出手铐将艾斯塔铐了起来，并且得意地说，不要再狡辩了，等回到警察局再慢慢说吧。艾斯塔忽然瘫坐在椅子上，收缩起胸膛，交代了一切。原来路特的怀表真的不是他偷的，而是多奇所问的第三个伙计偷的。他当时去卫生间无意碰到了那个家伙正在将怀表藏进一个花盆里，而那家伙还答应了他，等怀表卖了一定分给他一些钱。 FBI 多奇的办案经历说明，当面对犯罪嫌疑人时，如果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线索和信息，而又想从犯罪嫌疑人的肢体行为语言中捕捉信息，就绝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对方身体上出现的某一种单一的肢体语言，应根据实际情况去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地把握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心理学家沃尔普说，挺起胸膛的行为还有一种时候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当一个人感觉到不安时，会突然挺起胸膛。因为无论是人类还是一些灵长类的动物，当他们感到即将或者是正在受到某种威胁时，就会本能地挺起自己的胸膛，其意图是以此种行为来向敌人表示出要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的意志。这一点呢，在职业拳击的比赛现场很容易看到。当接受挑战的拳王上场后，总是会一边高高举起属于自己的拳王金腰带，一边挺起胸膛，怒目而视着前来向他挑战的拳手。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撒谎者的脚缠双脚动作。根据美国心理专家卡尔哈维研究证明，当一个人突然向内侧旋转两只脚，并且相互搅在一起时，这种肢体行为语言的变化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这个人内心一定是感觉到了某种焦虑不安，甚至是某种威胁。而这一点在联邦监狱里也得到了证实。据那些经常审讯犯罪嫌疑人的 FBI 探员们讲，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他们里面的很多人都会相互将两只脚搅在一起。这或许仅仅是表现出了他们紧张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是一位做过8年 FBI 的探员说，如果一个人绞住双脚的时间过长，那么就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尤其是一个男人出现这种行为时。按照卡尔哈维教授的观点，双脚相互搅在一起，其实呢，也是大脑边缘系统受到威胁时的一种自然反应。经验丰富的 FBI 探员们却提出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说谎的人双脚往往像被冰冻在了那里一样，保持长时间的不动，或者是两只脚紧紧地搅在一起，保持着一种姿势，甚至是将两只腿脚缠在椅子腿上。对此，卡尔哈维教授很快就通过他们的研究证明了 FBI 探员们的这一发现，那就是人们在说谎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或者是无意间限制他们的四肢动作。1981年11月份，美国亚利桑那州警察局接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报警电话。那对夫妇在公路边的一个小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察赶到之后，立刻封锁了现场。死者
是一名10几岁的小女孩。经过检查，警方认为小女孩的脑部曾受到过钝器的重击，而这也是造成小女孩死亡的直接原因。很快，警方就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沾有少许血迹的锤子。后经法医验证，小女孩的颅骨确实是在锤子的重击之下才破裂的。随后，警方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并很快得到了关于这个小女孩的相关情况。死者名叫安娜，12岁。当天她是在回家的路上出事的，但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警方对这起凶残的奸杀案却再没有了任何进展。直到有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了此案，因为此时在同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再次发生了一件相同的案子。综合2起案件， FBI 的探员排除了蓄意谋杀的可能，认为这是2起随机性的奸杀案。经过进一步的仔细观察，2起案件的死者的背部、臀部、脚上均十分干净，没有任何杂物，这就说明发现尸体的地方都不是第一犯罪现场，而凶手实施犯罪的地方极有可能是汽车上。富有经验的 FBI 探员们很快就推断出，凶手一定是一个具有强迫性格的人，而通常这类人大多偏爱深蓝色的汽车。随后，附近一个州的警察局抓获了一名有着重大作案嫌疑的人杰克。警察们对他进行了反复的询问，并动用了测谎仪器，仍然是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FBI 的探员们调出了当时审讯杰克的监控录像。当看到一半时，他们立刻下令再次将那位叫做杰克的男子带回了警察局。在同样的审讯室里， FBI 的探员对杰克展开了审问。上次审问杰克的警长自始至终都目睹了整个的审问过程，但令这位警长感到惊讶的是，一向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的 FBI 却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他们拿着上次的审问笔录，只是在问道：“你真的没有杀过人吗？”这句话时，忽然加重了语气，接着说：“请抬起头来。”杰克随即抬起了头，目不转睛地回答：“是的，警察先生，再过1个多月我就要结婚了，怎么会去杀人呢？” FBI 的探员说：“杰克先生，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虽然你讲话时的神态很坦然，但是你的双脚已经把你的内心出卖了。”杰克不以为然。FBI 的探员们马上让人将他们刚才的监控录像调了出来，并指着监控中杰克的双脚说：“你看，每次询问你的时候，你总是会习惯性的将2只脚紧紧地交缠在一起，这就说明你一直在撒谎。”杰克依旧矢口否认。FBI 的探员们很快就调出了之前的所有审讯他的监控录像。果然，每次审讯前，杰克都会将2只脚绞在一起，但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对他实行测谎时的录像中，杰克没有绞住双脚，而是将2只脚分开，顶在了2根椅子腿上。每次询问即将结束时，杰克才会轻轻地松散开2只脚。在一段段监控录像面前，杰克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但是聪明的 FBI 探员们并没有给杰克喘息的机会，他们一面加紧对杰克进行审讯，一面派人对杰克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杰克的住所， FBI 发现了几个光碟。原来这个杰克每次要作案的时候，都喜欢将那些过程拍下来，然后刻成光碟。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杰克终于再也无法抵抗，只得将所有的犯罪事实都交代了出来。不可否认，细心的 FBI 探员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杰克绞脚的这一动作，准确地把握住了他面对审讯时的心理变化，最终将一起原本毫无头绪的连环奸杀案及时地告破了。而杰克虽然做事一向谨慎，并且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终还是被自己的肢体语言行为给出卖了。据破解此案的 FBI 探员讲，其实无论是将双脚缠在一起，还是将2只脚缠住椅子的把手，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冻结行为的体现，其所表露出来的一定是内心焦虑与不安。这种长时间的将自己的肢体冻结的行为，目的无非是寻找到其恐慌内心的一个支撑点而已。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隐藏自我的耸肩缩头动作。在对肢体行为语言的观察中， FBI 还十分注重对人体肩部的细致观察。他们认为，作为身体与肢体之间的连接纽带，肩对于窥视他人的心理有着较为重要与积极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卡尔哈维在对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员工的演讲中，曾经对场下的一位员工说，如果当你的老板问你有没有听到过客户的抱怨时，你会怎么回答呢？这位员工立刻站起来，不加思索地答道，没有，然后耸了耸半个肩坐下了。卡尔哈维当即对台下的这位员工说，你说谎了。卡尔哈维的结论是在大量的实践研究后所做出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那么他的2个肩膀的耸动应该同样是积极的向上的，而且呢，步调也应该是一致的。当一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非常自信的时候，那么他的双肩耸动的幅度也会随之加大。虽然这是一种背离重心的行为，但说明这个人对自己的言行充满了自信。而一个人的肩膀单一的耸动，则说明他对自己的结论缺乏信心。在肢体行为语言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耸肩的动作，在 FBI 看来是尤为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双肩向内收缩。这是一个人处于消极的心理状态之下所做出的自然反应，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肌肉的内缩和双肩的缓缓上升，使自己的头部缩下来，以达到尽量不引起自己的对立面的注意。就像乌龟遇到了让它感觉到威胁的力量出现以后的第一反应，这就是所谓的乌龟效应。1979年8月，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连续出现的野生动物谋杀案让平静的小镇上空笼罩上了一层阴云。据当地的居民讲，在8月份，每隔2-3天就会隐隐地听到从野生动物园那边传来野鹿一声声凄惨的嚎叫，就像鬼哭狼嚎。野生动物园方面的管理人员说，他们虽然加强了园内的保护措施，但罪犯就像是一个幽灵一样出没无常，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子。接到报案后， FBI 立刻赶到了现场，可通过一番实地勘察后， FBI 不由得连连称奇。根据附近居民和野生动物园的讲述，他们都曾听到过野鹿的叫声。可奇怪的是，他们找遍了整个野生动物园，却没有发现一滴血，而且也没有找到任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向来无所不能的 FBI 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只好对园区进行全天候的蹲守。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罪犯从此洗手不干了， FBI 这样做是否能够抓到凶手呢？1天过去了，3天过去了，1周过去了，野生动物园里十分的平静。难道罪犯已经知道了 FBI 在这里蹲守？一位年轻的 FBI 探员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 FBI 的探员找到了小镇的镇长。很快，几乎整个小镇上的村民都知道了，那个接连残杀、偷盗野鹿的罪犯被 FBI 抓住了。而且在明天上午， FBI 将押着罪犯在镇广场上举行一个游街仪式，以便让大家看看这个罪犯的模样。第二天上午，小镇广场上聚集了不少当地的民众，镇长也早早地赶到了那里。可是民众们等了老半天，也没见一个 FBI 探员出现。眼看快到中午了，依然没有见到他们，很多妇女只得领着孩子回家做饭去了。最后，广场上只剩下20几个男人还吸着烟在那里等着。这时，一辆警车出现了，2名身着制服的 FBI 探员从车上下来，缓缓地走到了主席台上。下面的人就开始起哄：哎，不是说已经抓到罪犯了吗？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吹口哨。 FBI 探员拿起话筒说：大家请放心，我们没有骗你们，我们将现场抓住那位残杀偷盗野鹿的罪犯。一片嘘声过后， FBI 的探员双目朝下面扫了一眼，伸手向人群中一指，大声地说：大家不要猜测了，因为那个嚣张的罪犯就在你们当中，我今天就当场让他自己跳出来。广场上顿时静了下来，2位荷枪实弹的 FBI 探员走到了主席台的前面，掏出了手枪，然后对着下面的人有节奏地念着10、9。当念到1时，一个 FBI 探员伸手冲着台下一个留着长胡子的男人说：你就是凶手，抓住他！长胡子男人刚跑了10几步，就被混在其中的一位 FBI 探员给抓住了。随后 FBI 立即对长胡子男人的家进行了搜查，在他的家中果真找到了捕杀野鹿的工具，还有麻醉野鹿用的麻药针。在铁证面前，长胡子男人不得不承认，猎杀野鹿的事情的确是他做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好赌，欠下了好多钱，走投无路之下才决定猎杀几头野鹿来卖钱还债。他呢，虽然承认了这一切，但是好奇心驱使他很想知道 FBI 是如何发现自己是凶手的。在他的请求下， FBI 将事情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原来那位年轻的 FBI 探员发现，在他们蹲守1个星期之后，罪犯却没有出现，就感觉到罪犯一定就住在野生动物园附近的村庄，所以便故作声势说抓住了凶手，其目的显然是把真正的凶手引出来。当凶手发现他们并没有带来什么凶手时， FBI 突然宣布凶手就在现场，而且掏出枪对准现场的所有人。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做出惊讶的表情，这是正常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都可以。但作为真正的凶手，在枪口的注视之下，必定会心里突然发慌，而下意识地做出双肩上挑、缩头的动作，使自己变得矮小些，以使自己不要引起 FBI 的注意。FBI 正是抓住了罪犯的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所引发的肢体行为上出现的乌龟效应，从而一眼就把隐藏在人群中的凶手认了出来。可笑的是，当 FBI 探员问起凶手当时是否有耸肩缩头的动作时，长胡子男人却漠然地摇了摇头。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当一个心怀忐忑的人突然遭到令他觉得尴尬甚至恐慌的事情时，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能够把自己隐藏起来，就像人群中那个猎杀野鹿的凶手一样，做出了下意识的耸肩缩头的动作，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如此一来，
反而将自己独特的孤立在了人群之中，再也无法遁形。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5章，手部动作。 FBI 告诉你怎样从上肢看出真实信息，手部动作透露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双手会不自觉地做出很多小动作，这些动作看似无意，却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当时的内心活动。FBI 在审讯犯人的过程中，会经常地通过观察被审讯者的手部动作来判断其情绪的变化，从而为案件捕捉到有利的信息。手部动作呢，大致有这样几种。1. 手指相扣。当人们遇到了重大刺激或者突如其来的变化时，手指就会紧紧地相扣，这是压力和焦虑的标志性动作。这种动作类似于祈祷的姿势。随着双手紧扣的力度加大，双手的颜色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到了这种程度呢，就表示事情已经很糟了。2. 搓手。当人们感受到寒冷时，会不由自主地搓手，这可能是在取暖。但如果在温暖的环境中做出了这个动作，那就不是取暖的问题了。在开始劳动竞争之前，摩拳擦掌经常被人形容为人们精神抖擞、跃跃欲试的样子。其实呢，搓手的意思也类似于此，表示对某种事物的一种期待。相信看过韩剧的人都会发现，韩国女性在祈求他人或者有所期待时，就会做出搓手的动作。最典型的搓手动作莫过于在棋牌桌上，当有人快要赢一局时，总会在抓起一张牌后用手摩挲一下，希望它就是自己期待的那张牌。另外，在某些时候，人们会用一根手指摩擦另一只手的手掌心，这就表示此时他已经处于轻度的焦虑状态。如果在获知情况变得糟糕后，它就会变成十指交叉摩擦。十指交叉摩擦呢，就表示人们正处于非常苦恼的状态。FBI 在破案的过程中会经常看到被审讯者做出这样的动作，这就表示对方可能被某些话题所刺激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一种搓手姿势，不是两只手互相摩挲，而是用其他的东西擦手掌，比如毛巾、衣服等手头上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紧张焦虑的表现。当人们面对压力或者要进行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时，往往就会紧张的手心冒汗，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现象，才做出这种下意识的动作。3. 触摸颈部。只要细心观察，人们就会发现，有人在说话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颈部。其实呢，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用手抚摸颈部属于一种自我安慰的动作，其表明动作者的大脑正在处理某些消极的情绪，因此以这种动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一次， FBI 探员乔·纳瓦罗与朋友聊天时，一个女同事从他的身边走过，她的一只手正在抚摸着颈部，而另一只手则拿着手机。纳瓦罗看到后立即猜到这位同事一定是碰到了问题。当这位女同事打完电话以后，乔·纳瓦罗经过询问得知他的孩子正在发高烧，他得马上回家。4. 摸下巴。提起摸下巴的手势，人们肯定会联想起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作品《
思想者。一个裸体男人坐在石头上，用手托着下巴，凝视着某处的雕像。从这个雕塑中，相信大家对手摸下巴的姿势有一定的了解了。这通常表现了一个思考的状态。在生活中的不同情境下，手摸下巴也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当人们对眼前的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时，通常会抚摸下巴。在课堂上或者在会议室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当人们在倾听别人的讲话时，会保持手托下巴的姿势，看上去呢，就像是在思考。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对演讲者所讲述的话题并不感兴趣时，也会保持这个姿势。这时手只不过是一个支架，好像在诉说，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快要睡着了。所以当你在台上演讲时，要观察台下的听众，看他们对你的演讲是否已经感到厌倦。那些用手轻轻触摸下巴和脸颊的人，大多是正在思考，而那些将脸完全架在手上的人，无疑是在敷衍演讲者的行为。在演讲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人食指朝上，用拇指摸着下巴，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此时正在评价你的演讲内容。如果他又将食指或者中指移向嘴部，或者用手摸眼睛，这就表示对方有疑问。这时你应该停下来，给对方说出自己观点的机会。在演讲或者谈判中，如果你发现听众或者谈判对手做出了摸下巴的手势，就可以判断对方正在思考决定。如果你想要知道他们决定的倾向，那就需要观察他们其他部位的动作。如果对方做出了防御或者掌控性的动作，比如双臂交叉、背靠椅子等动作，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与你的意见相反。如果对方身体前倾并做出手掌摊开的动作，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了。在社交场合中，尽管人们也许对某些事物毫无兴趣，但有时为了表示友好，不得不做出感兴趣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人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手部姿势，因为手臂是最容易出现在他人视线中的部位。你稍不留意的动作，就可能出卖了你的内心。另外，过多的手部动作也会让人感觉不够稳重成熟，也会降低自己的诚信度，容易给人留下素质低下的印象。所以在公共场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手部姿势，否则细微的动作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手指交叉传达出什么意思？在肢体行为语言中，虽然手部出现的一些动作最为直观，人们一眼便能够看得到，但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手势所表现出的其所对应的心理却很精准和细致。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曾说，当一个人的边缘大脑受到了某种刺激，而让他感觉到有压力，并开始出现紧张时，他的肾上腺素等激素就会出现迅速的急增，随之而来的表现会最先传达给他的手部。换言之，就是说，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之后，一个人对他周围的事物的反应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比如，当一个人心理上的自信发生动摇，或者对他固有的思维观念产生了怀疑的时候，首先这种反应会出现在手部，比如手指交叉攥在一起。与之对应的是双手食指张开，
做出合掌式的形态，但是手掌可能并不合在一起，食指若即若离，甚至是轻轻的抠动，这就表明他的心情得到了缓解，自信再次回到了他的身上。桑代克的观点，几乎每一位 FBI 探员都得到过更为清晰的见证和深刻的实践。但是呢，人的心理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也许只是在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对方的心理就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改变。有过多年办案经历的 FBI 探员哈里森在一次对 FBI 新成员授课时这样说，比如人的手势，刚刚他可能还是双手交叉攥在了一起，等你发现以后，一转眼可能又会被对手伪装而摆出了一种极其自信的合掌式，然后又将双掌放在双腿上搓来搓去。这就说明这个人正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反复与犹疑之中。据哈里森回忆说，他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位对手。那是一个冬天， FBI 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案，而哈里森被派到这家银行进行调查。可以说事情发生得十分蹊跷，放在银行金库里的500万美元现金竟然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了。在哈里森介入调查的第二天，不好的消息再次传来，不知道是哪个人将银行失窃的消息传了出去，被好事的记者写成了文章上了报，一时间舆论哗然。有着如此森严的安保防范和监控设施的银行，竟然也会出现丢失现金的情况，那一定是有内鬼啊！政府受到压力以后，责令 FBI 限期破案。虽然这些对于哈里森来说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此一来，却让犯罪嫌疑人有了更为充分的心理准备。随后，哈里森便调取了银行的监控录像，但是将丢失巨款那2个晚上的录像看完以后，哈里森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接着，他又一一对银行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就怪了，什么人能够如此精准地逃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和银行众多的耳目，将500万现金盗走呢？经过反复研究后，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哈里森再次将目光锁定在了银行的所有工作人员身上，因为他坚信犯罪嫌疑人肯定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或者几位。很快，哈里森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在银行被盗的半个月前，银行刚刚更换了一套全新的监控设备。哈里森立刻赶到那位为银行更换监控设备的技术工程师的公司，对他展开了调查。对于 FBI 的突然造访，这位工程师表现得十分冷静，甚至没有让坐在一旁的助手停止工作回避一下，就对哈里森说：对不起，警察先生，我很忙，请你抓紧时间问吧。从他一开口，哈里森就感觉到了这一次遇到了对手。果然，在随后长达半小时的询问中，这位工程师的每一次回答都十分的准确，让哈里森无懈可击。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森不得不和对方玩起了心理战。我想你对银行更换的监控设备和位置一定还记得吧？工程师回答。哦，那当然。哈里森笑道。那么我想盗贼一定也十分熟悉这些，所以在他实施盗窃之前，一定是将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部关掉了，这样呢才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盗窃，你说对吗？然后哈里森冷冷地观察着对方的神情和肢体上的变化，没想到这位工程师果决地摇着头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刻，哈里森忽然困惑了，他继续观察着工程师的一举一动，忽然感觉到办公室里变得很安静。
于是他下意识地朝工程师那位助手看了一眼，发现他坐在电脑前，目光死死地盯着显示器，双手放在电脑桌前，食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而助手好像发现了哈里森对他的注目，迅速松开了双手。哈里森再次和工程师聊了起来，而且语气也变得轻松了许多，但是话题还是围绕着银行被盗案，像是在和工程师探讨案情一般。但从他眼角的余光发现，那位助手一会儿将食指交叉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指尖不停地轻轻敲击着。很快，哈里森结束了与工程师的对话，却拿出了手铐，将那位助手带回了警局。在随后的审讯中，那位助手的双手食指始终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哈里森见状，为他递上了一支雪茄。不要急，好好想想自己该怎样做。助手张开食指，两只手掌不停地搓动了半天，才接过哈里森递过来的雪茄。随后，他终于没能顶住内心的巨大压力，主动交代出了自己盗窃银行的全部过程。其实呢，事情的过程很简单，正如哈里森所预料的一样，只不过主角被那位工程师的助手给替换了。哈里森的经历或许多了几分幸运的成分，但其幸运的背后却是由哈里森对肢体行为语言的精准判断为后盾的。其实，对于一名优秀的 FBI 来说，很多时候并不一定要在询问的力度上过于花费精力，只要是准确地读懂了犯罪嫌疑人肢体行为语言的变化，然后根据他心理上所处的状态，再施以不同的心理压力，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位工程师的助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里森在他长时间攥紧食指之际，及时递给了他一支雪茄，目的就是企图为他打开一扇窗，好让他能够释放一下情绪。因为多年办案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你为犯罪嫌疑人打开了一扇窗，他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门。而那位助手伸出手掌来回上下搓动时，说明他内心焦躁、紧张、不安的情绪正在试图以此来得到缓解。但最终呢，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后，还是选择了接过哈里森递来的雪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留意双手叉腰的细微动作。双手叉腰是一种捍卫领地的行为，它常常体现出一个人的霸道和权威。尤其是军人，在讲话的时候常常会摆出这样的姿势。其实这是他们训练的一部分。当然，退役的军人最好改掉这个习惯，否则就会给人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人们在生活中一般不会做出这个动作，所以 FBI 工作人员在培训的时候会提醒警官要注意控制这个动作，以防便衣查案时暴露身份而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双手叉腰的姿势往往给人一种从容自信的感觉，通常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会做出这样的姿势，比如上级在对下级下达指示的时候，家长教训孩子，或者有人对他人进行唾骂时，也会做出这样的动作。这显示了一种盛气凌人的气势，会给人一种先发制人的强势。对于女性来说呢，这种动作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领导，在面对自己的一群男下属时，难免有驾驭不住的情况。在开会的时候，不妨站立着，以双手叉腰的姿势来表示自己能够驾驭一切。传统的叉腰方式呢，是双手放在腰上，
拇指向后。还有一种动作与传统的叉腰方式有细微的差别，那就是双手叉腰，拇指向前。当人们好奇或者是忧虑时，就会做出这样的动作。他们摆出这种疑惑的姿势，思考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解决了疑惑，就会将拇指指向外侧，摆出更具有掌控性的姿势。如果一个人单手叉腰，就会增加个人的空间面积，原本瘦小的人也会因此变得高大起来，给人一种威慑力。如果是双手叉腰，这种姿势当然会更有效果。双手叉腰是一种掌控性的语言。当人们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时，往往会张开双臂，用手肘为自己的身体开路，最后冲出人群。肘部具有坚硬有力的优势，正是这种无声的威胁，使他人为自己让路，而又不至于招来别人的抗议。另外呢，这也是一种准备进攻的姿势。在古代，人们的腰部会时常佩戴利剑，在准备攻击时就会把手放在腰间，这样可以随时拔出利剑与对方进行搏斗。现代社会虽然人们腰部不再佩戴利剑，但是双手叉腰的姿势仍然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威慑力。正是这种姿势具有威慑性，所以常常给人带来不好的印象，被人认为是轻蔑鄙视的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日本投降以后，与日本天皇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日本天皇站在那里，并谨慎地将双手放在两旁，而身材魁梧的麦克阿瑟将军却将双手放在了腰部，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气势。相比之下，本来不具有身高优势的日本天皇，此时就像一个刚被教训完的孩子，站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旁边。在日本，双手叉腰是一种极为不公的动作。麦克阿瑟将军的这种行为无疑会让当时的日本天皇感受到了严重的侮辱性，但无奈是战败国，日本天皇也只有忍受的份儿了。双手叉腰的姿势除了表示轻蔑权威之外，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采用这个动作，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虽然自己遇到了挫折失败，但是不希望得到他人的同情，更不会因此而屈服。这种姿势在运动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在2008年第49届世乒赛场上，当王楠以3-1败给对方时，就做出双手叉腰的姿势，同时还撅起了嘴巴。可能除了表示自己不需要被安慰之外，还表达了自己永不言败的信念。另外，从双手叉腰的姿势也可以判断出人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聚会等社交的场合。当你站在人群中，如果周围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你平时讨厌的人站在旁边，你可能就会做出这种双手叉腰的姿势，目的就是为了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此时有朋友来到了你的身边，你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放下插在腰部的一只手，而另一只手或许还是保持原来的姿势。所以呢，从叉腰的姿势上也可以推断出人们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握手也能暴露内心的秘密。握手动作能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在大多数人看来，两个人之间的握手就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它会隐藏有哪些秘密呢？看完以下这个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起刑事案件以后，
相信你就会从中找到答案了。1988年8月8日，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原本平静的别墅区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一名30岁的妇女和她不到2岁的孩子惨死在距离别墅2公里的一片小树林中，而且死者的头部还被锯了下来。当地警察接到报案后，火速赶往了事发现场。出警的警员叫约翰·彼得尔，当他赶到事发现场后，不禁惊呆了，因为在他从警近8年的时间里，从没有见过如此让人作呕的犯罪现场。一名女性的头滚落在地，身下原本发黄的树叶被血染成了红色，而在距离妇女不到1米的树上，还吊着一名被脱光了衣服的幼儿。看到这样的场景以后，约翰·彼得尔对犯罪分子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感到极度的愤怒，下决心要尽快抓获凶手。在接下来的调查中，约翰·彼得尔向死者家属询问了死者的情况。据死者的丈夫反映，死者名叫丽莎·斯纳，他们结婚3年以后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但由于工作原因，自己经常不在家，只有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才和妻子孩子团聚。而妻子和孩子受害的时候，恰巧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当他询问死者是否与别人有过节时，死者的丈夫摇了摇头，并说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个温柔贤惠的人，平常很少出门，与邻居之间相处得非常好。经过对案发现场的仔细勘查，彼得尔并没有找到任何犯罪的证据，甚至连脚印儿都没有。正当他为如何破获案件而苦恼之时，死者的丈夫向其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在我妻子遇害的1个星期前，我的前任妻子克里斯打电话要求和我复婚，并让我搬到她那里住。他甚至还威胁我说，如果不和现任妻子离婚并放弃抚养孩子，他将会让他们尝尽苦头。当时我对他所说的这些话并没有在意，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真的不能保证不是他干的。约翰·彼得尔听后问道：他现在住在哪里？住在距离别墅不到3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随后，死者的丈夫将一个写有详细地址的卡片交给了彼得尔。彼得尔随即驱车来到克里斯的住处，并敲开了他的门，对他说道：你好，我是约翰·彼得尔警员，有些事情需要与你交谈，我能进去吗？穿着睡衣的克里斯睡眼惺忪地将他让到了屋内，而等他换好衣服后，便接受了彼得尔的询问。为了节省时间，彼得尔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前夫的妻子丽莎·斯纳和他的孩子被人杀害了，你知道这件事吗？说完，彼得尔就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行为举止。啊，天哪，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不可思议了！克里斯吃惊地说道。那么，在8月8日当天，你在哪里？约翰·彼得尔问道。让我想一想。说完后，克里斯做出了思考的姿势。过了一会儿，他说8月8日这天，我参加在新泽西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那天我玩得非常高兴。之后呢，我又参加了朋友举办的生日聚会，这有什么问题吗？克里斯从容地说道。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能随时来找你。与此同时，约翰·彼得尔伸出手表示要握手告别，可克里斯却并没有与彼得尔握手，而是将手缩了回去。虽然这令彼得尔感到十分的疑惑，但是他还是微笑着离开了克里斯的家。其实彼得尔并不相信克里斯所说的话，回去后他首先查阅了在8月8日当天新泽西州是否举行了音乐会。当找到音乐会的举办方时，
举办方却告诉他，原本计划是在8月8日举办一场音乐会的，可是由于演员身体出现了不适，所以就临时取消了。随后彼得尔又暗中找到了克里斯所说的好友，当他们告诉他8月8日这天克里斯并没有参加生日聚会时，彼得尔马上认定克里斯作案的嫌疑非常大。于是彼得尔又来到了克里斯的住处，当克里斯打开房门时，彼得尔将手伸向了他，克里斯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便和他握了手。两人握手之后，细心的彼得尔发现，虽然他的手非常光滑，但在食指位置上有一些粗糙，好像是被硬物划伤过一样。此时彼得尔就认为凶手就是克里斯。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他拿出搜查证后对他家进行了搜查。最后彼得尔在克里斯家中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把锯，随即他将克里斯和锯同时带回警察局。经过对锯上沾染的血迹提取 DNA 样本和死者身上残留的血迹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相吻合。毫无疑问，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死者的犯罪分子就是眼前这位看似弱小的克里斯。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克里斯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我与死者的丈夫以前是夫妻，可是自从他认识 Lisa 之后就与我离了婚，为此我非常气愤，同时对死者产生了非常强的抵触心理，总认为是他拆散了我的家庭。于是我就到市场上买来了一把锯，趁前夫不在家时溜进了死者的房间，并将其打晕捆绑了起来，又抱起了还在睡梦中的孩子，然后开车将他们母女二人运到了小树林中，疯狂地锯死者，还将孩子脱光衣服挂在树上吊死。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抢走我心爱男人的下场。在场的警员听完克里斯的述说以后，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女人简直是蛇蝎心肠，而等待她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当人们看完这个案例后，或许会惊讶，原来看似平常的握手动作中可以发现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美国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握手这样的小动作，而实际上通过一个人的握手动作是可以察觉到其心理变化情况的。所以人们不应该忽视握手这一动作，而应该仔细地观察握手动作背后的真实秘密，这样才能有效地了解别人的心理。我们结合本案来看，在约翰·彼得尔第一次出于礼貌性与克里斯握手时，他将手缩了回去。这一动作表明他有一种不自信或者是畏惧的心理。当彼得尔第二次与他握手时，彼得尔竟然从中感觉到他的食指受了伤。联系到上一次与他握手的情况，便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由此看来，握手动作确实值得人们多加关注，因为有时看似一次普通的握手，其背后却可能隐藏着惊天秘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手部动作暴露的秘密。据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对手部，包括手腕、手指、手掌的偏爱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体的其他部位，而这一点在人类的进化学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作为语言交流的辅助性动作，也就是肢体行为语言， FBI 的心理专家又将手部的变化分为了具有积极效应的手势和具有消极意义的手势两种。FBI 的心理专家
往往更为偏重于对后者的研究，因为消极意义上的各种手势更有助于 FBI 探员去揭穿犯罪嫌疑人的各种谎言，破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密码，从而为侦破案件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帮助。从事过近30年 FBI 探员培训的教官博贝特介绍说，譬如咬指甲，通常说明这个人在突然之间缺少了安全感，由于神经过度紧张而去咬指甲。其实呢，它就像手心出汗一样，是一个人的内心在说谎后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同样，突然出现的手掌抖动行为，也说明一个人在瞬间心里受到了某种刺激。因为当一个人看到或者是听到了某种不好的信息时，他的大脑会在第一时间将这种反应直接传输到肢体的边缘部位。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个闹市区，一家生意火爆的咖啡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每到深夜，店里的咖啡便不知被谁全部倒到了大街上，而且在地面上还发现不知谁用咖啡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字：我也要喝咖啡。开始呢，老板对此并没有在意，可是第2天、第3天，接连好几天都发生了同样的一幕。知晓此事的人们都感觉到十分的诡异，甚至有人还将这件事与一些灵异事件联系到了一起，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负责调查此事的是有着10几年 FBI 经历的探员科鲁兹。科鲁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灵异，所以当他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并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穿着便装在这条豪华的街道上秘密地走访了一遍。在离这家咖啡厅20米左右的地方，同样也开着一家咖啡店，并且生意也很好。这样一来，他就立刻排除了同行之间的恶意行为。但随着更为深入的了解，他获悉这一家，也就是出现怪异事情的咖啡厅的老板，对店内的员工十分的苛刻，哪怕迟到1分钟都会扣掉10美元。这时候，克鲁兹心里立刻想到，一定是店内的员工因不满老板的苛刻行为，做出了过激的举动。如果按照 FBI 的惯例，只需立即对店内的所有员工进行一一调查询问即可。但在克鲁兹的建议下，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克鲁兹意识到，假如贸然对员工们采取行动，他们若是矢口否认的话，那事情就很难再继续查下去了。因为整个事件本身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重大嫌疑人，对方只要洗手不干，这件事就将成为一个再也无法解开的谜。克鲁兹认为，想要破此案，必须从人的心理入手。经过商议之后，克鲁兹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家咖啡厅的员工们都叫到了一间宽大的房间里，开始了调查行动。但此次调查的方式十分怪异。FBI 的探员们将一本小说发给了每一位员工，让他们认真阅读并记住书里的主人公，并表示过一会儿将会对他们进行单独的询问，回答不上来的人就要被带回警局。于是每个人都认真地读了起来。几个小时以后，克鲁兹叫他们拿好自己的书，排好队，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单独去另一个房间接受阅读后的询问。每进去一个人，克鲁兹都会照例问一下书里的内容和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然后又冷不丁的会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高声音说：倒咖啡的事情就是你做的，还不老实交代。被问的人立即回过神来，开始大声的争辩，甚至是发怒，而克鲁兹就挥挥手让其离开。在轮到一个瘦高个留着小胡子的员工时，当克鲁兹再次提高声音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这位员工握书的手突然一抖，啪嗒一声，那本书掉落在地上。
此时立在一旁的 FBI 探员立刻上去将他铐住了。为了稳妥起见，克鲁兹还是对剩下的员工全部照例进行了同样的提问，但最终只留下了那位小胡子。在随后的进一步审问中，小胡子的双手始终不停地抖动着，甚至手心里还冒出了汗。在这种情况下，克鲁兹加强了心理攻势，小胡子最终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原来一切正如克鲁兹最初所料的一样，这个小胡子经常迟到，常常被扣工资。而前些天老板又唠叨了他半天，他一时气愤，就做出了倒咖啡的举动。对于毫无经验的咖啡厅员工来说，克鲁兹正是准确地抓住了其心理，运用让人读书的这种方式，对所有有着嫌疑的员工进行一种另类的精神麻醉，然后突然将矛头对准每一个人。这样，对方在毫无心理防备的状况下突然遭到质问，只要是曾经做过这种事的人，必然就会出现那么一瞬间的记忆重现，而这种记忆重现的结果会让他的大脑在第一时间里将其内心的这种惊讶传输到肢体的末梢或者边缘的部位，使其做出一些有失常理的举动。在随后的审问过程中，小胡子出现的手心冒汗也同样是这种心理的反应。克鲁兹在事后回忆说，当一个人的心理遭受过这种突发式的打击后，即便是随后他能很快地回味过来进行反击和抵抗，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在和你交锋的第一回合就已经失去了先机。无论他在后面的表演如何精彩，也无法掩盖住他第一次致命的失误。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第6章，腿部动作。 FBI 告诉你怎样从下肢看出真实信息。从脚步姿势解读一个人的内心。在生活中，人们往往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人的上半身，比如眼睛、鼻子、嘴巴和肩膀等，很少有人去注意他人的下半身，尤其是脚步的姿势。殊不知，这个被人们普遍忽视的姿势背后却蕴藏着无数的信息。 FBI 认为，脚步姿势最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那些说谎的人，他们的脚步姿势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出卖他们。有经验的 FBI 是通过一些脚步姿势的细微变化来捕捉一个人的动机。在 FBI 看来，脚步虽然离人的大脑最远，但是它向人们反馈出的信息的准确度却丝毫不亚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事实上啊，脚是人体中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因而由它反馈出来的信息也是最直接的。由此可见，如果想要更加透彻地了解一个人，是完全可以通过对对方的脚步姿势来洞察出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的。经过多年的实战总结， FBI 认为，一些说谎者在撒谎的时候，通常会用一些隐蔽的小动作来掩饰自己的谎言。但是无论怎样掩饰，他们脚步的姿势所发出的信息都是难以掩饰的。对此，美国佛罗里达州警局的警察詹姆斯·格里昂就曾经做过一项测谎实验。他把2个疑犯分别放到不同的环境中，然后问他们相同的问题。第1名测试者在整个测试的过程中都表现得很平静，没有过多的小动作，他的脚步姿势和身体其他部位也都表现得很协调。而第2名测试者则总是企图用一些小动作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紧张，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撒谎。测试结束以后，
格里昂把第2名测试者叫到了一旁，指明他在说谎。这名测试者感到很不解，反驳无效之后，只得问格里昂是如何发现的。对此，格里昂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虽然你极力想用一些小动作来掩饰你的谎言，但你的脚步姿势却出卖了你，因为你的脚步姿势与身体其他部位的表现非常的不协调，而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由撒谎产生的慌乱的心理而引起的。脚步反映出来的信息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FBI 结合多年的观察与经验，总结出了以下一些脚步姿势，并从中破译出了其中所隐含的人的内心的变化。1. 双脚在一条水平线上分开的人。 FBI 认为，做出这种脚步姿势的人通常都是在公司中处于领导或者上级等优势地位，他们在与下属谈话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姿势。从这个脚步姿势便可以看出他们的自信，甚至他们的这种脚步姿势会让下属感到一种盛气凌人的气势。这类人在说话的时候也往往是命令式的，大多也不会耐心地听取下属的意见，他们总是以你应该、你必须等命令式的话语作为谈话的开始。另外呢，这种姿势也常常出现在犯罪嫌疑人身上，尤其是男性疑犯。对此， FBI 将其分为了3种类型。第一种是强势性，这类疑犯通常在社会中扮演着强者的角色，或者出生在有权有势的家庭。即使他们犯了法，由于其优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得他们往往采用这种姿势藐视警察。第二种是犯罪型，犯罪型是指那些犯了罪却百般狡辩的疑犯，他们往往用这种脚步姿势来掩盖内心的慌乱，并试图用这种盛气凌人的姿势来误导警察的分析和判断。而事实也证明，利用这种脚步姿势来掩盖所犯罪行，并不能迷惑久经战场的 FBI。 第三种是无辜型，在审讯过程中，一些确实与案情无关的疑犯往往会做出这种姿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的行为，所以内心坦然自若，而这种坦然在很多时候会产生一种问心无愧、自信满满的心理。在这种优势心理的驱使下，他们的双脚往往会在一条水平线上分开，似乎在对警察说，我没有犯罪，你并不能把我怎么样。2. 把脚放在另外一只脚上的人。 FBI 将这种脚步姿势称为四字型，他们认为一般男性更容易做出这种姿势。男性往往想通过这种脚步动作向别人传达出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信息。这种人呢，一般都非常的自信且有主见，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意愿。他们做事独断专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愿意与他人商议，而是一味地凭借个人的主观意愿去行事，并且总是希望别人也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而一些试图想要说服这类人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因为在这类人的潜意识里，自己就是主导整个事态发展的关键人物，其他人只要服从自己就行了。FBI 告诫人们，做出这个脚步动作的人一定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且要有一定的尺度。如果在上级或者面试官跟前做出这样的动作，会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且自高自傲的人。显然，他们对你产生这样的印象，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一点，美国阿拉斯加州警局的利查德·布吉斯警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曾任美国海军少校的迈克尔·斯派克，经过层层选拔，得到了阿拉斯加州警局的面试通知。
斯派克出生在美国军事世家，曾在军队中取得过良好的成绩，而且他的军事技能也非常的强，尤其是射击，他能够用手枪击中200米以外的一个核桃。但他此前在海军中却格外不受欢迎，因为和他相处过的人都觉得他不懂得尊重人且狂妄自大。当时阿拉斯加州警局局长和美国政界高层负责面试，他们从斯派克的简历中得知了他过硬的军事技能，而他们也正需要这种人才。斯派克在面试中没有表现出任何拘谨，而是表现得非常轻松。从面试一开始，他便将一只脚放到了另一只脚上，对此面试官们都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斯派克竟是如此的傲慢无礼。面试结束以后，阿拉斯加州警局局长不满地对其他面试官说道：斯派克把脚放到了另一只脚上，这给人的印象很不好，由此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懂得尊重他人且傲慢无礼的军人。虽然他的军事技能有一定的优势，但从 FBI 素质的综合考核来讲，他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决定拒绝录用他。其他面试官也点头表示赞同这一决定。布吉斯警官指出，脚步的姿势能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并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而对于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的人，即便是军事技能过硬， FBI 也不会录用他。3. 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站立的人。FBI 认为，站立的时候两只脚一前一后的姿势是一个人内心深感不安、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这种方式可以缓解其内心的不安，从而增强他内心的安全感。这类人通常都是一些内心世界自我封闭的人，他们很少愿意与人吐露心声，而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别人存有一定的戒备心理。或许他们的这种心理与其成长的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在他们接受审讯时也会习惯性的两只脚一前一后的放着。一位涉嫌拐卖儿童的疑犯弗兰克·卡拉尼尔被新泽西州警察列入了调查范围，但是在问询他的过程中，警察却没有得到丝毫有价值的信息。卡拉尼尔百般推脱且面不改色，好像他真的完全对此不知情似的，就连警察也觉得他似乎不可能是罪犯。但是后来，新泽西州警察发现了卡拉尼尔在整个问询的过程中，两只脚总是一前一后的放着。通过这一点，新泽西州警察就判断出卡拉尼尔内心的极度不安和恐惧，也进一步判定他与这起案件一定有关系。总而言之，从一个人的脚步姿势判断出来的内心信号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然，在仔细观察一个人的脚步姿势的时候，还要结合当时的环境因素的变化，这样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也才能够真正的解读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情况。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腿脚动作发现内心的情绪变化。美国行为心理学家亨特·沃尔特认为，在研究非语言行为中，人体腿脚部分表现出的肢体语言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对研究一个人的心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研究一个人腿脚部分的肢体行为时发现，其通常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心理。一种呢是具有舒适感的腿脚行为，另一种是具有紧张慌乱心理的腿脚行为。
在人际交往或者是 FBI 在与犯罪嫌疑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具有舒适感的腿脚行为通常会表现得较为自如。当一个人的心情十分愉快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往就会出现一副松散的模样。例如，将双腿随意地交叉在一起，同时另一只脚的一侧轻轻地翘起。而当有人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姿态。这呢，其实就是在向对方透露出了一种心理行为转变的信号，也就是从无人时的心情放松到有人来时的紧张。在社交中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一个小职员正在借工作之机偷懒，老板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时，他就会突然收敛刚才放松的样子，很快就恢复到紧张工作时的状态。FBI 心理学专家史密斯认为，还有一种情况也能够很好地说明这种心理，比如在社交中，或是联邦 FBI 在审讯中，经常会发生两个人面对面而坐的情形。如果当一个人突然感到有些不适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向回收缩一下伸出的腿脚，同时伴着的还会有身体略微向后倾的动作。这就说明这个人通过谈话感觉到了心里的某种不适、紧张，甚至是敌意，所以在意识的支配下，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收缩一下腿脚，以免发生某种接触。如果当一个人突然向前将自己的腿脚朝对方伸进了一下时，则说明这个人从心理上突然对对方感觉到了某种好感，说明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什么隔阂和敌意的，他们的心情感受到了愉悦。对于 FBI 而言，他们更注重于与上述情形恰恰相反的行为，那就是对方突然出现的由紧张慌乱的心理所导致的腿脚行为。通常这种行为呢，是具有消极意义的。比如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突然出现的双脚紧紧锁在一起的动作，或者是将两条腿紧紧绞住两条椅子腿的动作，或是一只脚突然出现了向前踢的动作。这些腿部行为的突然出现，都表示出这个人的心理突然发生了急转式的变化，即原本舒适的心理在突然之间感到了某种压力、紧张或者是不适。如果是在 FBI 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那么犯罪嫌疑人出现的这种肢体行为就要引起 FBI 的格外注意了。FBI 纳瓦罗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位难缠的对手，那是在2003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曾接连发生了数起金银首饰店的抢劫案，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以致惊动了 FBI。 而 FBI 纳瓦罗应命参加了对这起案件的调查，但真正调查起来并不顺利。这主要是因为犯罪实施抢劫的首饰店往往都是在闹市区，这种地方大多人口多，而且居住在周围的人的社会背景也比较复杂，加上人口流动性又大。为了能够顺利地破获此案， FBI 动用了数名探员，而且还有警方的配合。可是尽管如此，案件的调查仍然是毫无头绪。后来呢， FBI 纳瓦罗就将目标对准了城区的数家金银首饰店。这一天，当纳瓦罗来到一家首饰店的时候，突然门口出现了一名戴着白色口罩的男子，引起了纳瓦罗的注意。当时天气已经开始有点热了，这名男子竟然还戴着口罩。纳瓦罗不由将目光对准了他。这名男子来到首饰店后，并不去看那些摆在柜台里面金光灿灿的金银首饰，而是穿过来来往往的客人，径直朝里面走去。纳瓦罗的大脑里就立刻想到了抢劫犯3个字，但是由于当时店里的顾客较多，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如果万一惊动了他，而他又恰巧是那个抢劫犯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及无辜的举动。于是呢，纳瓦罗就尾随在那个男子身后。这名男子径直来到了收银台前，略一停顿间，纳瓦罗发现那名男子的双腿突然岔开了，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要开始行动了。于是纳瓦罗迅速地冲过去，一脚踢开那名男子刚刚从口袋里拽出来的枪，然后扑上去将他擒住了。在对这名男子进行审讯的时候，他只是交代出除了自己被抓时的确是打算想抢劫首饰店以外，对于其他的一概不承认。尤其是后来纳瓦罗问及对方之前发生在哈特福德的几起抢劫案的时候，同样遭到了那名男子的矢口否认。通过在审讯现场以及回看审讯监控录像的观察中，纳瓦罗进一步发现这名男子的表情和肢体行为并没有流露出异常的举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有条不紊。由此纳瓦罗立刻判断出这个人的思维很敏捷。在这种情况下，纳瓦罗的审讯就陷入了困境。随着进一步深入调查， FBI 其他探员发现了平日里经常跟这名男子接触的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些人也很有可能就是在前几起抢劫案中的这名男子的同伙。因为在前几起抢劫案中，每次被抢的首饰店都是规模比较大的，而这一次纳瓦罗抓获这名男子时的首饰店却很小，所以说极有可能是这些人在实施了前几次的抢劫后，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他们发生了矛盾，比如像分赃不均、意见相左，才出现了各自单独行动的结果。纳瓦罗曾问过这名男子是否有同伙，对方虽然并不承认，但是在审讯中，纳瓦罗却发现，当他提到帕斯特和罗莱多纳这两个人的名字时，这名男子稍稍一愣，虽然仅仅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却被纳瓦罗捕捉到了。而男子本来一直是翘着二郎腿的，在那一瞬间放在上面的那条腿也突然向前探了一下。纳瓦罗接连试验了几回，每次只要自己一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时，这名男子的那条腿都会出现幅度不一的向前探的动作，或者是轻微的颤动。纳瓦罗一边不动声色地继续审问这名男子，一边在暗地里通知 FBI 其他探员，很快将那两名叫做帕斯特和罗莱多纳的人抓获了。在对二人的审讯过程中，罗莱多纳最先顶不住 FBI 对其施加的压力而承认了一切。原来果然如纳瓦罗所料，他们三个人正是因为分赃不均而分道扬镳的。这两个人呢，本来打算此后再也不去做抢劫的事情了，没想到还是因为那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也就是最先抓获的那名男子，被 FBI 抓住了。在 FBI 的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腿脚的每一次异常举动都无法逃过 FBI 的眼睛。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曾说，很多时候并不是语言出卖了你，而是说谎的人无论如何的镇定自若，当他们心情出现紧张不安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肢体行为都会在一瞬间将他们的心理变化暴露无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岔开双腿的心理含义。在解读身体语言的时候，多数人都习惯从人的脸部变化开始观察，但是对于那些心理素质较好的人来说，反而会很好地利用脸部的表情变化来掩盖他内心的真实情绪。所以呢，
通常那些有经验的 FBI 往往会把目光对准到那些嫌疑人的腿和脚，也就是通过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腿和脚部的细微变化，打开他们真实心理的第一扇窗。FBI 心理专家认为，当一个人在你面前突然岔开双腿的时候，就说明他同时也向你摆出了一副对立或者是抵抗的姿态。这是因为很多哺乳类动物在感觉到烦躁、压力或者是威胁的时候，就会本能地生出一种抵抗的情绪，以此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而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军人和执法者，在战胜对方的欲望驱动下，他们常常会在有意或者无意间将双腿尽量分得更为宽些，以此来彰显他们是不容侵犯的。当双方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之际，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双腿岔开。这样做的目的呢，并非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站得更加稳固一些，而是他们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威胁、恐慌。而对于那些富有经验的 FBI 探员来讲，这其实是其在向对方表达出一种更为强烈的信号，或者是在向对方传达出你的麻烦即将来临了。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的腿并在一起后突然又岔开了，这就说明这个人忽然变得有些不高兴了。对于那些经验老道的 FBI 探员来讲，对方突然出现的这种细微的肢体行为动作变化，就说明他内心情绪变化的临界点出现了。如果能够及时地捕捉并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也许将会成为破解整个案件最为关键的一环。米罗加入到 FBI 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了，经过训练和长久的实践，他能够从人的不同的肢体变化中解读出很多重要的信息。据米罗回忆说，在冷战期间，有一次他和一名 FBI 探员抓住了一名俄罗斯间谍。这位俄罗斯间谍在被捕后表现得十分冷静。当米罗问到谁是他的幕后指使者时，他坐在那里闭口不言。其实呢，在被抓之前，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为祖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想法了。此时，美国国防部长命令米罗一定要尽快地找到这名间谍的同伙，因为他的同伙极有可能还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形势迫在眉睫，米罗决定用对方非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上的变化去捕捉其内心的变化，以收集到自己需要的情报信息。米罗和他的同事搜集到了很多图片，每张图片上都是一些与这位俄罗斯特工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而在这些人中，极有可能有些就是他的同伙。当米罗的同事将这些照片一一展示在那名俄罗斯特工面前时，这名特工便回忆着，一一讲述其与他们相处时的事情。从他流利的讲述中，米罗明白，这位老练的特工绝不会这么轻易的就透露出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这名俄罗斯特工的观察。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当米罗的同事，也就是一位 FBI 探员，突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将照片递到那名俄罗斯特工面前的时候，这名特工照样轻描淡写地瞟了一眼照片上的人，同时两条原本随意垂在地上的腿突然下意识地朝两边分开了一些，因为他从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的同伙。但只是电光火石般的一闪念间，这位俄罗斯特工便恢复了常态，继续讲述起了关于这个人的一些情况。然而他的这一细微变化却没能逃脱米罗那锐利的眼睛，他微微岔开的双腿所表现出的那种抗拒和抵御的情绪，在那一刻完全暴露在了米罗的面前。虽然那名特工最终也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其实他突然微微岔开的双脚却在无形之中将同伙出卖了。根据这一信息，
FBI 的探员们很快在一个小镇上将那名俄罗斯特工的同伙抓获了，而这名特工在随后的审讯中就交代出了他们此次的任务，进而进一步证明了米罗当初的判断。可笑的是，那位最先被抓住的俄罗斯特工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样的话：在秘密潜入美国的那一次行动中，虽然我被捕了，但我并没有出卖任何一位同事，可是那些 FBI 探员们却像无所不知的天神一样，很快的就将我的同事抓到了，这一点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俄罗斯特工的失败在于他自身对非语言表达的肢体行为的漠视，而细心的米罗则捕捉到了他在听到一个人名时瞬间出现的分腿动作，并据此读懂了他对那个人所做出的一种心理上的保护的观念，从而在这场交锋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那位俄罗斯特工却不知道，虽然他做到了守口如瓶，但他在无意中的一个分腿的肢体行为却将他的心思在那一刻完全表露了出来，于无形之中将自己的同事供了出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从站姿看性格。当人的双腿站立的时候，通常会有4种站姿：双腿交叉、双腿张开、立正的姿势，以及一只脚向前的姿势。很多时候，从观察对方站立时腿脚的姿态，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对方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交谈对象的关系。FBI 在破案的过程中，也常常能从对象的站姿中获得很有力的证据。立正的姿势呢，在生活中最常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经常做出这样的姿势。这种姿势比较正式，表明了一种中立的态度。尤其呢，是人们在首次见面时，通常会采用这样的站姿。双腿并拢的站立姿势能够给人一种礼貌、温文尔雅的印象。另外，当学生遇见老师、晚辈拜见长辈，或者是下级见上级等所有低地位的人见高地位的人时，往往都会采用这样的姿态以示尊重。双腿张开的姿势通常是男性会做出的姿势，女性则很少采用这样的站姿，因为这种站姿有展现自己男子气概的意味。一般当男性做出这样的姿势时，则好像在说，我是这里的老大，必须听我的。当男人做出这样的姿势时，则表示他很有信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比赛场上的男选手们在开场的时候都会做出这样的站姿，以此来显示自己强大的实力。交叉双腿的姿势，这个呢是最常见的站姿之一。在一些男性与女性共同出席的场合中，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很多人在站立时都会保持一种让自己双腿保持交叉的姿势。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通常这些交叉双腿的人与他人的距离都比较远。如果他们穿着外套，通常外套上的纽扣是扣上的。如果你再做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这些保持双腿交叉站姿的人通常是互不熟识的。相反，如果你在一个场合看到几乎所有站着的人都是双腿张开，外套敞开，身体重心落在一只脚上，而另一只脚则指向交谈的对象，你就会发现这些人的表情通常都比较轻松惬意，他们能够随意地出入他人的个人空间。如果你上前了解一下，你就会清楚，这些人都是互相熟识的老朋友。这一个现象呢，就表明在与陌生人交流时，
人们都习惯保持双腿交叉的方式，而面对熟人的时候，双腿就会自然站立。双腿张开表示一种坦然相对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优越感。交叉双腿呢，体现了一个人的封闭消极的态度，或者是一种自卑与防御性的表现。如果一个女性做出双腿交叉的站姿，则表示她并不想离开这个场合，但又想与他人保持距离，不想任何人来打扰自己。如果一个男性做出双腿交叉的姿势，则更加显示了他不想离开的想法。大多数的时候，男性通常都是张开自己的双腿，以表示自己的男性气概，而交叉双腿则表示他不想自己的男性气概被他人所影响。因此呢，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男性比自己的地位高时，就会习惯性的将自己的双腿交叉，以免自己显得过于张扬而被对方所攻击。相反，当他所面对的人是比自己弱势的人时，就会双腿展开，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一只脚向前迈开的站姿，在很多场合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姿势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因为一只脚所指向的方向，反映了人们心里最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最感兴趣的人和事。比如，当一群人在交谈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将自己的一只脚尖指向了另一个人，则说明他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当两个人在交谈时，其中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那只伸出去的脚尖朝向身体的左侧或者是右侧，则表示其不想再交谈下去，打算要离开了。当一个人的站立姿势在配以其他动作的时候，将会产生更为丰富的内涵。如果一个人双腿自然站立，双手却插在裤兜里，还时不时地抽出来，这就说明此人为人谨慎，凡事都喜欢三思而后行。这类人呢，在工作中很可能缺乏灵活性，往往会笨拙地处理问题，事后又懊恼不已。这种姿势给人一种很忙碌的感觉，这通常是他们不知所措的表现。另外，此类人通常会将爱情看得很神圣，从不轻易地玷污感情。他们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更不会随便地向人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坚贞。有一些人习惯双脚并拢，然后双手放在背后。这类人呢，往往在感情上较为急躁，喜欢对人紧缠不放。这类人与他人相处比较和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人们通常都愿意听到别人赞赏的言语，而这类人呢，正好擅长恭维他人。一般的情况下，此类人没有什么创新的精神，他们只会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他们最大的快乐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知足，而这种不好争斗的性格总会让他们的心情很美好。当一个人的双脚岔开平行站立，而双臂又环于胸前，则表示他此时完全蔑视对方，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经常做出这种姿势的人，在工作中往往不会被传统所束缚，经常能比其他人更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表现欲。另外，还有一种人，双腿自然分开，但是偶尔会抖动一下双腿，而且将双手还交叉在胸前，大拇指互相搓动。这类人的表现欲望非常的强烈，喜欢出风头。如果有举行示威的活动，这类人就会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争强好胜，往往容不下别人，常常会出现大家说方，他非要说圆的情况。通常一些人的站姿是双腿交叉并拢，然后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则托着这只手臂的肘关节。这种人非常自信，多数是工作狂，经常废寝忘食的工作。另外呢，
这类人通常多愁善感，而且情绪无常，上一秒还是喜笑颜开，下一秒可能就会面色阴沉。但是这类人的内心却是很坚强，不会轻易地向他人屈服。还有一些人习惯双脚自然站立，左脚向前伸出，而且左手喜欢插在裤兜里。这种人呢，经常会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他们为人憨厚善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一般不会做出为难他人的事情。他们常常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很具有人情味儿。但是如果他们遇到令人愤怒的事，也会火冒三丈。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将感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不喜欢那种为了金钱才与他人交往的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FBI 微动作心理学，作者金圣荣，演播木冉冉，欢迎订阅。走路姿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像独一无二的手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走路姿势，这是人们养成的一种习惯，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各自的性格。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也可以从他的走路姿势中做出推断。同样，人们在情绪波动的时候，走路的姿势也会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FBI 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对于那些想从身体语言来判断他人心理的观察者来说，关注一个人走路的姿势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当时的情绪态度。心理学家史诺加斯曾经对将近200个人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不同性格和不同心情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走路，而且旁观者也可以通过他们走路的方式来判断其性格。走路是大步流星、步伐轻盈的人，往往充满自信、乐观开朗。走路时拖拖沓沓或者步伐小，说明此人缺乏主见，行动力差。而内心忧郁的人常常拖着脚走路。但是当一些快乐的人听到了噩耗时，他们的走路姿势也会发生变化。噩耗往往使人不顾一切地奔向需要帮助的人，也能导致他们步伐沉重，甚至迈不开脚步。通常走路时无论快慢都会发出很大声音的人，大都为人憨厚诚实，心胸坦荡。不过这类人呢，往往缺乏一定的资产管理能力，消费也大手大脚，毫无节制。走路时双脚漂浮，显得虚弱无力的人，通常个性也比较浮躁，做事急功近利，总是草草了事。这样的人往往意志力软弱，不具备决断力。有的人在走路时不停地回头顾看，似乎担心被人尾随，又或者想观察后面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FBI 表示，这类人呢，疑心比较重，不会轻易地信赖他人，而且常常无事生非，将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这种人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欠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常常与他人产生不必要的矛盾。走路时脚尖向内的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内八字，这种走路姿势有点滑稽可笑。这种走路姿势的人呢，通常都比较懦弱，没有魄力，看上去永远都是憨厚老实的样子。这些人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便会大乱阵脚，不知所措。相反，走路时脚尖向外，呈现外八字的人，做事雷厉风行，交际能力很强。走路时步伐轻盈，神情自若的人，通常身体矫健，活力四射。另外，这类人正义无私，心胸宽广，心直口快，人缘也很不错。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走路的姿势也会与习惯有所不同。
这时人们的姿势需要与所处的环境相匹配，比如在病房或者在图书馆走路要尽量轻柔，在婚礼上走路要轻松欢快，在葬礼上步伐要尽量沉重缓慢。因此走路的姿势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一个人合宜的姿态往往能够反映他的性格、品行与素质。走路的姿势除了能够表露出一个人的性格素养之外，在不同的状况下还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 FBI 常常通过一个人走路的姿势来判断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一、垂头丧气的走姿。当一个人走路时，脑袋深深地垂着，两肩也松松垮垮，而且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向哪里。他的眼睛一直朝着地面，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这就说明他此时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低落，感到灰心失意。二、怯懦的走姿。当一个人走路时脊柱不正，步伐犹豫，行走缓慢，而且左顾右看，唯唯诺诺，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类人呢，往往胸无大志，爱贪小便宜，而且不善交际，喜欢独来独往。他们几乎从不惹是生非，生活得太安静了，走路都是悄无声息的，往往能让人忽略他们的存在。三、保守的走姿。对于一些保守、思维不灵活的人来说，那种呆板的步伐正好可以反映他们的性格。这类人走路很快，但是步伐很小，手臂摆动也非常的僵硬。这种人往往固执己见，墨守成规，不可能做出任何引人注目的事情。四、自信的走姿。自信的人走路往往四平八稳，走路的时候也会望着别人，而且通常面带笑容。他们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手臂自然摆动，显得轻松自在。这类人给人轻松愉快的印象，也很受他人的喜爱，常常是人群中的焦点人物。每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或许你平时不会注意到这些特征，但这些特点确实存在，并且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心理特征。有的人走路时从来都是行色匆匆，而有的人则永远不紧不慢。这些虽然都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细节，但里面却隐藏着深刻的含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是一个人品性的体现。在 FBI 洞察他人心理的过程中，观察一个人的走路姿势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环节。走路的姿势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除了能判断出一个人的情绪特征， FBI 还常常通过观察人的走路姿势来识别谎言与抓捕犯人等。 FBI 表示，一般在路上行色匆匆的人都有一定的目的地，他们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并维持稳定的速度，步伐稳健。相反，那些犯罪分子在作案对象出现之前，总是左顾右盼，神色紧张，走路的时候也时快时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出现这样的人，最好趁早远离。在生活中，有些人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其行为举止青春化的缘故。很多政治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走路姿势来塑造自己年轻有为的形象，而且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乘飞机时，他总是跑着登上飞机，好像用这种方式向民众显示自己的积极形象。里根总统在走路的时候步伐刚劲，手臂摆动有力，充满自信，给人一种很具有威望的感觉。虽然里根在任期间政绩平平，而且最后还卷入到了尼加拉瓜丑案，但是他依旧是美国民众心里的第3位伟大的总统。
这就说明一个人的行动姿势的确能给人极其重要的影响。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下集精彩继续。